沈香球，不好了，你爹给你定了门亲。你说啥？我刚从你家门口过，听见你爹跟媒人喝酒，说把你许给城里纺织厂一个男的，姓顾，条件是让顾家给你哥在城里安排工作。我还听见媒人说，那男的死过老婆，家里还有个6岁的娃。爹，你给我定的哪门子亲？一个带孩子的寡妇。寡妇怎么了？人家顾为民是纺织厂的干部，你嫁过去就是城里户口，你哥也能进厂当工人，一箭双雕的好事，你闹什么？所以你就让我去给人当后妈，给我哥换工作。后妈也是妈。你哥娶媳妇要钱，你能拿出钱来？拿不来就闭嘴。沈向伟，拦住他！放开我，沈向伟！你凭什么拿我去换你的前程？到了城里好好过日子，别给老沈家丢人。行，你们把我送出去，出了这个村，我辈子再不由你们做主。模样倒周正，就是不知道脾性咋样。来了。不想来，被押来的。这门亲是你爹跟我娘定的，你要是觉得别扭，随你。这个家多双筷子的事儿，你睡主屋，门能从里面锁。他这人嘴笨，你慢慢处就知道了。多双筷子的事儿，行，那我先看看你们家这口锅能煮多少饭。小林，小林，你干什么？这是你爸新买的碗，她不是我妈。我知道，我也没打算当你妈，但是你爸说了，这个家多双筷子的事儿，我就是那双筷子。你吃我做的饭，不用叫我妈，但饭不能糟蹋。以前来的阿姨都被我气跑了，你也会跑？跑？我刚从100公里外的山沟沟被押到这儿来，你觉得一个6岁小孩能把我吓跑？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但不能糟蹋东西。坐下，吃饭。这碗你要是再摔，今天就饿着。妈妈。我小时候也这么哭，哭了整整1年。我爹嫌我吵，拿鞋底子抽我，我妈就在旁边看着，不敢拦。后来我不哭了，不是不伤心，是哭也没人听。那你妈呢？活着，在我爹说要把我嫁人的时候，她站在旁边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你是不是也不想待在这儿？但跟你没关系。我不喜欢这个地方，不代表我会走。这2件事不一样。你比我强，你哭还有人听见，以后再哭喊我名字就行，我叫沈向晴。哟，这不是顾家的新媳妇儿吗？来来来，歇会儿。你刚来，有些事儿嫂子得给你提个醒。顾为民那个人啊，他前面的媳妇儿叫徐秀莲的，你知道怎么走的吗？外面都说是病死的，其实啊是跟他吵架，想不开喝了药。美兰，你别瞎说。我怎么瞎说了？整个院子都知道，还有他那个妈张桂兰，
出了名的难伺候。前面2门亲，人家姑娘来家里吃了1顿饭，第2天就跑了，都是被他刁难走的。谢谢你提的这些醒，那我也回赠你几句。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是为了让我小心点儿，还是为了看我害怕的样子？我这人有个毛病，越有人吓我，我越不怕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一个字都不信，除非你拿出证据来。有吗？没有证据的话，以后别再说了，说的多了，对自己不好。5点半了，起来做饭。家里的规矩，媳妇儿要比婆婆早起半小时。5点起床做饭，早饭6点准时开，媳妇儿最后一个上桌吃饭，这都是老顾家传下来的规矩。我当年就是这么过来的。你看看几点了？6点10分了。我当年嫁进顾家，婆婆让5点起，我4点半就起了。我跟你说规矩呢，你泡什么茶？妈，您定的这些规矩，您自己守过吗？您当年4点半起来伺候婆婆，是心甘情愿的，还是没办法？你怎么敢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哪个晚辈敢这么跟我说话。你一个20岁的丫头来教我怎么做人？妈，一家人过日子讲的是互相体谅，不是谁压谁一头。顾为民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你家新媳妇儿跟你妈杠上了，吵得可凶，你妈捂着胸口差点背过气去。顾师傅，5点起床做饭，早饭6点准时开，媳妇儿最后一个上桌吃饭。这个新媳妇让她早起几天就甩脸子，现在这些乡下丫头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你家新媳妇儿跟你妈杠上了，你妈捂着胸口差点背过气去。你一个20岁的丫头来教我怎么做人？妈，一家人过日子讲的是互相体谅，不是谁压谁一头。我可以5点起来做饭，但您也得承认，这是情分，不是本分。您心疼顾为民和小林，我理解，但这个家里，我也需要被心疼。我年轻的时候也那样，4点半起来生火做饭，伺候婆婆梳头洗脸，站旁边看她吃完了，自己才能上桌。你公公从来没替我说过一句话，所以我觉得媳妇儿就该那样。我没想你这张嘴，谁教你的？没人教，是被逼出来的。不会说话的人，在哪儿都吃亏。站着干嘛？吃饭，饭在锅里。妈，明天早上我5点起。小林发烧了，顾为民今天值夜班，电话打不通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外面下这么大雨。我去医院，您在家等着，腿不好别淋雨。这么大的雨你怎么去？沈香琴，你跑快点，这孩子烧傻了，你可赔不起。孩子高烧，抽搐。
幸亏送来的及时，再晚半小时，孩子就烧成肺炎了。你们家这个当妈的不容易。哎呦，把孩子都折腾进医院了，后妈就是不上心。她不是后妈，她是我爸娶回来的。小林啊，阿姨是好心。你才不是好心！上次你在我家门口跟我奶奶说我爸娶了个乡下来的，说我以后要倒霉，我听见了。你腿上的血蹭我裤子上了，洗不掉你赔。行，等出了院给你买条新的。吃完回家睡，今晚我请假，你不用管。鸡是我早上现杀的，汤里放了红枣，你喝了。谢谢妈。我跟你们说，那个沈向晴啊，来历不明，听说在乡下就不安分，家里管不住了，才塞到城里来的。这是前几天小林发高烧的急诊记录，凌晨2点40分入院，体温39度8，是我背他去的。你说我虐待孩子，来，你看看这个。我什么时候说了？不光这个，这1个月里你传过我家的事儿，我一条一条都记着呢。你说我来历不明，说我苛待孩子，说我婆婆恶，说顾卫民前面那个媳妇儿是被气走的。我问问你，哪一条是你亲眼看到的？算了，你一个乡下来的丫头，也敢在院子里充大瓣蒜？你知道我男人是谁吗？你男人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说的哪一句不是事实，你现在可以指出来。但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以后关于我家的事儿，谁想打听，直接来问我沈向晴。谁再在背后嚼舌根，我就拿着这个小本们一家一家对质，我说到做到。这个月的工资袋。什么意思？以后这个家你管。那我可不客气了。你先跟我说说，你每个月偷偷藏多少私房钱？我从不藏私房钱。那上个月工资袋里少了3块5，是干嘛了？吓你的，吃饭吧。这沙发是牛皮的，城里就是不一样啊。沈向晴，你爹当初的决定没错吧？那个沈向晴，哥这次来主要是谢谢你。顾卫民给我安排的那个岗位，1个月50多块钱呢，比我在老家种1年地都强。你看你现在过的啥日子？城里户口，楼房有冰箱有电视，村里人想都不敢想。当初把你嫁过来，是爹这辈子最英明的决定。爹，您当初的决定是为了让我过好日子，还是为了给哥换工作？这2件事不一样，别混在一起说。我过得好，是我自己一天一天熬出来的。您要夸我过得好，我接着；但要说这是您的功劳，这个功您领不起。沈向莹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没有我，没有您，我现在还在村里种地。您把我送出来了，这是事实。但您是拿我给哥换工作，这也是事实。咱们实事求是，一件事归一件事儿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，要不是老子把你送过来，你能住上楼？白养了。沈向晴，我们改天再来，哥先带爸回去了。山上的蕨菜，你小时候最爱吃的，鞋垫是给你的。妈，我问您一件事儿，我爹定这门亲的时候，您为什么不替我说句话？我说了，你爹不听。再说你哥要是不娶媳妇儿，老沈家就断了香火。沈向晴，你别怪妈，
我不怪您，但我也不会感激。您生了我，养了我，所以我今天还坐在这里叫您一声妈。可您也把我交出去了，换了我哥的前程。妈，我不记恨您，但我心里的那个坎儿一时半会儿过不去。您给我时间，野菜您带回去，红薯干我留着。我要下来走。你们怎么不说话？看电影累了，在想事情。哟，小两口看电影去了，手拉得还挺紧。上楼吧，外面聊。你们刚才牵手了？老顾，有人把举报信寄到工会了，说你新娶的媳妇儿跟你在大街上拉拉扯扯，影响不好。你是保卫科的老人了，这种事儿要注意。这是我媳妇儿，合法的。拉手犯哪条纪律了？没人说犯纪律，但有人举报，我们就得了解情况。你回去跟你媳妇儿说一下，以后在外面注意点，别给人留画饼。话我带回去。但这张照片上就是我们一家三口走路回家，谁要是再拿这种事做文章，我也不是没脾气。怎么了？大白天的一个人坐着发呆。今天被叫去工会了，有人拍了那天咱们仨拉手走路的照片，举报说家庭作风不正。你跟他们怎么说的？我说这是我媳妇儿，合法的，拉手不犯纪律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回来了。这种事儿不是讲道理就能讲清的。行，那剩下的我来办。你找谁？我是沈向晴，顾为民的爱人。郑主任，我们夫妻合法，手拉手不犯法，也不犯纪律。哪条厂规规定夫妻不能在大街上拉手？您找出来给我看看。再说那张照片，大晚上偷拍一家三口，侵犯隐私，造谣诽谤，往大了说可以报派出所。偷拍的人和写举报信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？我作为家属，有没有权利知道是谁？沈向晴同志，匿名举报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信息。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以后再有这种匿名信，麻烦您转给我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关心我家的事儿。回来了。你笑什么？没笑什么，坐下开饭。哪儿来的？路过水果摊看见的。你怎么知道我多看了这个一眼？别动，那个橘子放几天再吃。亡妻许秀莲，1981年3月病故。不准你碰我妈！你妈妈的东西我没有恶意，你收好。妈，我好想你。小林，你妈是生病走的，肝癌，不是什么吵架，不是什么别的原因。以前不告诉你，是觉得你太小，听不懂。你妈走之前跟我说，让我给你找一个好妈妈。前2个阿姨走了，这次来的是沈向晴姨，她不是你亲妈，但她对你什么样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
那你以后会不会也去很远的地方？谁都会死，但在那之前，我会在这儿，你赶都赶不走。合脚吗？我量你的脚，作废了3双鞋底，你敢脱试试看？这是什么花？太阳花，也叫死不辣，掐一节插土里就能活，晒不死旱不死，好养活。沈向营，太阳花。你又不是我妈。我不是你妈，但在这个家里，你吃的是我做的饭，穿的是我做的鞋，你可以叫我沈向晴姨，也可以什么都不叫，但你脚上这双鞋是我一针一线做出来的。以后你的脚长多大，我给你做多大的鞋。沈向晴姨，馒头带1个，我中午吃。2个，长身体的时候1个不够。你推个车出去算怎么回事？让街坊邻居怎么看我儿子？让别人说顾家的媳妇儿抛头露面做小买卖？妈，我给您算笔账，顾卫民1个月工资70块，小林马上要上小学，要交学费买文具，您腿不好，冬天要吃药，光靠1份工资够吗？做这个不偷不抢，赚1分是1分，都是贴补家里。您要是觉得面子上过不去，您就说这摊子是别人家的，跟顾家没关系。喝凉水对胃不好，这是热水。1个饼。愣着干嘛？我饿了。好吃。我要糊的，糊的便宜2分钱。今天没有糊的，这个按糊的价。给孩子。你心好，她呀，锅炉房老李的媳妇儿。老李前年工伤没了，厂里赔了钱，她婆婆跟小叔子全拿走了，就给她剩3个孩子跟一间漏水的屋子。她天天来买糊饼，因为便宜，家里还糊火柴盒呢，糊100个才挣几分钱。别吵，有人来了。苏老板，什么事儿？糊火柴盒，糊100个挣几分钱，够养3个孩子吗？够不够都是我的命。红霞姐，跟我干吧，1个月20块钱，中午管1顿饭。我什么都不会。你会揉面吗？会揉面就行，别的我教你。明天早上5点，楼下梧桐树下等我，别迟到，迟到了扣钱。会生炉子吗？会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什么人都敢往身边招，跟寡妇混在一起也不怕沾晦气。寡妇怎么了？这院子里靠自己撑起一个家的女人，哪个不是好样的？红霞姐一个人养3个孩子，哪点不如人？谁家还没个难处？今天你笑话她，明天就有人笑话你。眼泪掉面里，饼就咸了。赶紧的，又来人了。我闺女折的，她让我一定给你。挺好看，明天教你闺女折个大的。今天多卖了30份，下个月给你涨到22。不用，20就够。我说涨就涨。明天还是5点，别迟到。
沈向晴，是我男人打我，往死里打，我实在没地方去了。先住下，后面的事后面说。这个人靠得住吗？不知道，但她是我表姐，她男人打她是真的，我看过她胳膊上的伤。那你留他，但多留个心眼儿。沈向晴，这个月少了30多块。哪天开始少的？就这个礼拜，我每天收摊前都点一遍钱箱，前面都对得上，金枝来了之后开始的。我不是乱说人，我观察了好几天了，每次收钱，他眼睛都往钱箱里多瞄一眼，找零的时候手指在箱子里翻，不是找钱的那种翻，是把票子往底下拨。我没当场抓住。我知道，我也有感觉。短了的我先补上，这个月的工钱照结。你不问他？今天问了他有100种理由，不如抓现情。怎么摔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脚底像滑了一下。你拉我一把，我自己能起来。我背您去医院。不用，你拉我一把就行。搂紧，我100多斤，你背不动。踝关节骨裂，不严重，但得打石膏，回去静养。这只脚至少3个月不能下地。3个月？那家里怎么办？小林谁管？饭谁做？我做，摊子我照出，饭我做，小林我管，您只管躺着。松紧合适吗？你回去看摊子吧，我一个人能行。摊子有红雅姐盯着，我下午回去。您现在要去厕所吗？我扶您。不用，我自己。医生说这只脚不能下地。粥凉了，我去热一下。你别忙了，回去看摊子。摊子没您重要，粥热一下2分钟的事儿。张姐，你真有福气，这闺女天天来伺候你，端屎端尿的，一点不嫌脏。是儿媳妇，不是我生的，比亲闺女还近身。医生说了，回去还得养1个月，不能长时间站着，不能提重物。买菜我去。知道了，你都说3遍了。中午吃的，晚上吃的。那只脚不能久站。妈，您干嘛呢？地脏了，我擦一下。医生说不能长时间站着。我没站着，我蹲着擦的。妈，您坐这儿。我不是不听话，你每天摆摊伺候我，管小林从早到晚没闲着，顾为民上班也忙，我一个人躺着看你们忙成这样，心里不得劲儿。我就想擦个地，能擦一点是一点，不然觉得自己是个废人。这几个月我躺在床上，你一天没落下，端屎端尿，擦身子，熬骨头汤。我醒着你没睡，我睡着了你还在忙。我就想起我自己那会儿，我伺候了半辈子人，等别人来伺候我的时候才觉出来。我老了，管不动了，这个家以后你当。妈，这钱我给您存着，1分不动。随你。
顾小林把王浩宇的头磕破了，缝了3针。这件事性质很严重。你们家怎么管孩子的啊？有没有家教？赔钱，必须赔钱！为什么打人？他欠揍。我问你为什么？是这样的，王浩宇说了一句不太合适的话。他说顾小林的妈妈是乡下来的，还说你妈迟早也跟别人跑掉，顾小林就动手了。顾小林，打人不对，你得道歉。对不起。我儿子道歉了，现在轮到您儿子了。骂人乡下来的，迟早跑掉，这话也得道歉。都是上学的孩子，凭什么他骂人可以，我们打人就要赔礼？要教育，2个孩子一起教育。对不起。我跟他说你是我妈，他不信，所以我才打他的。你妈是徐秀莲，她也是我妈，你也是。回家，今天给你炒鸡蛋，炒3个。平常不是只炒2个吗？今天加1个，奖励你的，不是奖励打架，是奖励你护着我。沈老板，不对，这几天流水一直在掉，上个礼拜每天能卖50多份，今天到现在才卖了20份。老顾客也不来了，以前天天来的王大爷好几天没见人了，是不是咱们口味变了？还是面没发好？我这2天尝了，味道跟以前一样啊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那是，你帮我看一下摊子，我出去转转。山野菜饼9份1个。沈向晴，你听我说。好，你说。我男人又来找我了，他欠了钱，我没办法了才这样的。这张纸上的配方你拿去吧，但真正的配方不在这张纸上，在怎么做人。你走吧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。红霞姐，明天开始我们上新品，他抄得走配方，抄不走我这双手。好，上什么？沈向晴豆腐脑，我在家试了半个月了，明天拿出来卖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没了帮工，自己也撑不住了吧？红霞姐，你信不信我？信啊，信就行了，我有数。这个好吃，多少钱1碗？1毛5。来1碗，不2碗。这怎么可能？红霞姐，咱们女人做生意，靠的不是一个人多厉害，是被人踩一脚还得能站起来。他能偷配方卖便宜饼，卖不了我沈向晴这人，比以前卖的还多，豆腐脑全补回来了。那个摊子还在隔壁街卖吗？在，今天路过看了一眼，排队的人少了。他想打价格战，我不打，我上他不会做的东西。秀莲查出病的时候，小林才2岁，医生说最多半年。她撑了8个月，撑到小林会走路，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别让我儿子受委屈，找个好人。你是被逼着来的，但来了以后没走。”姐，我叫沈向晴，我不会说话，就会做几样吃的。小林现在穿我做的鞋，吃我做的饭，打架了我去学校给他撑腰。我不知道我算不算好人，但我尽力。你放心。你不冷？不冷。看什么呢？
要去上夜校，考学历。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9点，不耽误白天摆摊儿。家里一摊子事儿，你忙得过来？忙得过来，时间挤一挤就有，睡少一点死不了。这是我攒了3个月的存款，卖饼扣掉家里开销剩下的，一分一分攒的，一共68.5块，学费45，书本费15，还剩8.5块购买笔和本子。用我自己的钱，不耽误家里的活儿。我不会少赚1分钱，也不会让小林的早饭少一个鸡蛋。我就是不甘心，不甘心连个正经文凭都没有。小时候考了全班第1，我爹说丫头念什么书，把钱给了沈向伟交学费，那是我这辈子最憋屈的事儿。你的钱留着，用我的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什么时候客气过？爸爸被打了！叫你们老板娘出来！你得罪人了，知道不？以后小心点儿，别到时候店被人砸了还不知道是谁干的。你今天掀我一张桌子，明天我就去派出所。我一个合法经营的个体户，受国家保护。你背后是谁？我知道，你回去告诉他。他欠我的我不追了，但他要是再来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。别动！干什么呢？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派出所打来的，陈金迷半夜往摊子上泼油漆，被联防队抓住了，让我去一趟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看好小林，让他按时上学。沈香晴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我男人逼我的。他说不把钱要回来就把我打死。你放过我这次。我19岁被家里许给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嫁到一个陌生的城市、陌生的家，继子咬我，邻居编排我，婆婆不待见我。我有没有往谁门口泼过漆？你偷我的配方，我让你走了；你找人砸我的摊子，我没有追究到底。这是第3次了。不是生活逼你，是你自己选的。你每次遇到坎儿都选了最坏的那条。是否愿意调解？我不原谅你，但我也不恨你了。恨一个人太累。以后别来找我了。这红烧肉放了2次盐。那别吃了。放下。顾为民，我刚来的时候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嫁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在一个不认识的家里熬日子。谢谢你没让我就这样了。是你自己没让自己就这样了，跟我没关系。不拦着我摆摊儿，不拦着我考学，不拦着我告陈金枝。你什么都没做，但你每次都在。这种在，比做什么都重要。你在想什么？在想，幸亏那天你没走。我没走，是因为你给了我那把钥匙。你说这个家没女人，你来了就是女主人。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这种话。顾为民，你这个人嘴巴是真笨。我知道，但你做的事儿比说出来的话重得多。
沈向晴，这条街的铺子都涨价了，你这间也得涨，每月多加30。要不算了，咱换个地方。白纸黑字签了3年，每年按5%计增。今年的租金我已经付了，你要毁约，按照合同赔我3个月租金外加装修费，你选哪样？就没见过这么难缠的租户。挂歪了，左边高了一点。你来。来了，趁热吃。您腿还没好利索，怎么自己跑来了？我来看我儿媳妇的店，还要你批准。来碗面。这店老板娘真能干，一个人撑起这么大的摊子。听说还是外地嫁过来的，嘴皮子也厉害。上次隔壁街那个混混来闹事儿，被他一根擀面杖吓跑了。那是我儿媳妇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做点小买卖，你公公不让，说女人就该在家带孩子，我也就算了，一算了就是一辈子。你没算，比我强。签完这间档口归你，面点你来做，品种你定，收入刨掉材料费，剩下都是你的。向晴，这上面是我的名字。你的名字。这个台面以后就是我的。你的。每天早上4点到10点，这个档口姓孙。我男人走了5年，这5年我给人家洗衣服、呼火柴盒，呼100个挣几分钱。我想都没想过，这些东西有一天能是我的。以后每个月都是你的，台面是你的，蒸锅是你的，收入刨掉材料费也是你的。向晴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做梦也要等天黑了再做。现在是白天，把字签了。那我以后好好做，不会给你丢脸。丢脸不丢脸的，做了才知道。先把面发上，明天第1笼包子你亲自蒸。孙红霞，你给我出来！出息了啊！开店了，当老板了，赚了钱1分不往家里交，躲在这儿享福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你都快忘了自己姓什么了。我儿子虽然没了，但你孙红霞还是我们李家的媳妇儿，你赚的钱就是我们李家的钱。你现在翅膀硬了，自己开店挣外快，1分钱不孝敬。你是谁？我是这家店的老板，也是红霞姐的合伙人。哦，就是你撺掇她出来抛露面的，一个寡妇不在家好好待着，出来学别人当老板。阿姨，红霞赚的每1分钱都是自己揉面揉出来的，她养3个孩子，您儿子走了之后，她没改嫁，一个人撑着，已经是你们家烧高香了。您要是真疼孙子孙女，就别来砸他们娘的饭碗。你算老几？你管得着吗？您在我的店门口闹事，影响我做生意，我管得着。您要是想坐下来吃碗面，我给您打8折。您要是继续闹，我就报警。向莹，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你。行了，以后发了财请我吃饭，我要吃贵的。杨姐，怎么了？沈向晴，给我来碗面，多放辣椒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这个月工资被扣了12块，就因为孩子发烧请了2天假，车间主任说按旷工算，
本身我们车间女工就比男工挣得少，都一模一样的活儿。我去评理，主任说男的要养家，你们女的有男人养着，少几块怎么了？车间里别的女工也觉得不对，都觉得不对，可谁敢说？说了就扣钱。杨姐，你叫上信得过的姐妹，下班后来我这儿，我请她们吃面。我们当车工跟男工站同一个机台，干同一班岗，男工基本工资52，我们38块5，请假男的扣1块5，我们扣3块。我干了16年，工资就涨过一回。找主任说，他让我回家跟男人商量。你们想要公平，想不想自己站出来说？我不怕，我都被扣12块了。我也不怕，16年了，再不说这辈子就过去了。行，我去。你们在厂里还要养家，得罪人的话我来说，你们签个名就行。沈向晴，你不怕得罪人？怕，但更怕看你们38块5干一辈子。又是你，顾家媳妇儿，你都快成我这儿的常客了。郑主任，我今天是来反映情况的。咱们厂纺纱车间，女工和男工站在同一台机器前面，干同一班岗，站同样8小时。女工基本工资38块5，男工52块，差了13块5。我不是来闹的，是来反映情况的。你要觉得不合理，给个说法。要是不给，我写信到市妇联，市妇联不行，我就写信到省里。这事儿不是1天2天能改的，牵涉到全厂的工资体系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来找您，而不是直接网上写信。我想走正规渠道，一层一层反映，但总得有个开始。您说呢？材料放这儿，我会转给厂部。谢谢郑主任。今天厂里有人找我谈话，让我管管你，说他在厂里搞传联，影响不好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，我媳妇儿做的事儿她自己负责。我觉得她做得对。香。你抱不动了，我好重。你再重我也抱得动。毕业了，看看。回去挂墙上。怎么样？跟你店里的营业执照像双胞胎，我以后也要考第1名，要考大学。墙上这些都是我的。行，咱们家以后搞个奖状墙，谁的都往上贴，谁少了谁请客。哥，沈向晴，哥这次来是有个事儿。上个月我跟人合伙做生意，被人骗了，现在欠了一笔钱，不多，2000，但要是不还，对方就要去厂里闹，到时候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。你拿什么做抵押？我不是不借，我是小本生意，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。你要借，可以，但你得给我写借调，金额、用途、还款日期写清楚，利息我不要，但到了日子不还，我拿着借条去法院，你照样得还。你变了，你嫁到城里就不认娘家人了。我没有不认娘家人，我每个月给爹娘寄生活费，上个月爹住院，我汇了400。但你是你，爹娘是爹娘。你来借钱可以，
按规矩来。沈向莹，你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？谁把我养大的？我的学费是你交的吗？我的衣服是你买的吗？我19岁被塞进面包车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就在车外面，跟爹一起把我架上去的。好，你厉害，你牛，以后我没你这个妹妹。顾晓林这次作文得了全班最高分，题目是《我的妈妈》，我想读给您听听，可以吗？我的妈妈叫沈向晴，她是后来才来到我们家的。刚来的时候，我不跟她说话，也不吃她做的饭，我想把她气跑，因为前面的阿姨都是被我气跑的。有一回我发高烧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我爸爸在值夜班，奶奶腿不好出不了门，是我妈妈背着我跑的。她跑了很远很远的路，路上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，她的血流到我的裤子上，洗了好几天才洗掉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在心里偷偷叫她妈妈了。我的妈妈以前在乡下没有钱念书，现在她自己赚钱上了夜校，考了全班第2名。她说，以前别人不让我念，现在我自己供自己，是我的榜样。我要好好学习，以后考大学，让我的妈妈为我骄傲。妈妈，妈妈，你那双鞋我又做了双新的，放在床底下。等你脚再大一点，就穿新的。那双旧的还没穿坏呢。那等你穿坏了再穿新的。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你脸上有鼻涕。你自己的鼻涕蹭我脸上的。妈，鸡汤，趁热喝。爹，住院费我交了，您安心养病。我不是来原谅您的，您把我许配出去，换我哥的前程，这件事我这辈子都记着。但您老了，病了，我还是会管您，这2件事不矛盾。爹当年，爹对不住你。过去的事我不说了，您好好养病。以后每年我会回来看您一次，就一次。你还认我这个爹？认，但我跟您的关系从今天开始重新定义。您是我爹，我要尽赡养义务，但我的日子我自己过，我的钱我自己管，我的事儿您别再插手。向晴，你过得好不好？好，妈，我真的好，还是那个味道，甜甜的，带一点点焦。这是什么？好好吃。这个叫家乡味儿。锅里留了饭。沈向晴，以前的事儿，对不住，过去就过去了。尝尝这个菜，我新学的，好吃。洁干净点儿，泥多。顾为民，你还记不记得5年前我进这个家门的第1天，你递给我一张车票，让我自己选？记得。你就不怕我真的走了？怕，但我更怕留着一个想走的人。你知道吗？那会儿我觉得天都塌了，后来才发现天没塌，是我自己长高了。以后多笑笑，你笑起来好看。顾为民，你说再过5年，咱们这个院子会变成什么样？不管变成什么样，招牌上还是那5个字：沈向晴小吃店。嗯，那行
5年以后我们再回来看。